只要阿管把两岸的能量给带上来，未来民进党抹红就彻底失败。为什么民进党最近阿管做两岸交流又开始疯狂抹红？民进党最怕他在两岸卷起千堆雪。我不同意蔡正元，两岸最该负责是我们台湾自己，我们要负责打垮两岸的癌细胞，叫做民进党。只有这样，两岸才会恢复正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范世平就是个绿营打手，馆长访中后看中国对台工作一连串误判，他说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啊！不是啊，范世平啊，你自己就是个笑话。但是范世平跑出来这边吵馆长，这是馆长访中对中国工作的一连串误判，虽然有点久了。你看他去见的是什么？哎呀，又在抹红。第14届中国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席副委员、永昌集团董事局张忠贞，就在继续的攻击，顺便呢借馆长来炒一下热度。阿管最近做两岸交流，慢慢的往深水区去走，而这件事情对民进党来讲很难受。原本阿管自称我中国人，民进党以为他会自爆，结果没有自爆，反而很多的台湾人开始能够更敞开心胸的跟两岸的交流。馆长最近受中天邀请来提问国民党的主席辩论，中天即将举办一场这个国民党主席辩论那他说他不会手下留情。首先第一个，当然他说他全程不收钱，重点是许多网友回想起他2019年号召反欧美大游行的时候，今天去投身蓝营主席辩论，在这过程当中，阿管其实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两岸要怎么办？民进党对阿管的攻击那可不少，抹红馆长就是要借机会来抹红国民党，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刚好这一招很有用啊？我现在先抹红你，后面你只要在跟国民党参上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你国民党党主席就是红的啦？心头壳 New Talk 不止馆长，这两人也是国民党主席辩论会提问人，网傻眼，找他们是代表中共吗？找谁？蔡正元、周习伟、陈之汉。我为什么刚刚把范世平特别拎出来？范世平是绿营的御用学者打手，我们刚才用的这一篇依凭新闻网，这个也是绿媒，他把馆长拉出来也是要说，你看你的立场变来变去了，你以前反红媒，现在呢还去介入蓝营的选举辩论赛，所以现在他们就是故意来扭曲国民党的选举。你很难理解的是说，民进党比国民党员还关心国民党党主席选举。2天前吴思瑶对内死不认错，对外知错不改，国民党谁当主席都一样，人家选主席干你什么事啊？三立用娱乐新闻打馆长，馆长靠中国求生，杜汶泽冷回我不需要真实评价悬说了，娱乐新闻啊各位。所以最近因为他们都在铺陈这件事，你看这是15号的新闻，特别去访杜汶泽，你娱乐版你去访问他娱乐相关新闻，不是他拿娱乐版去访问关于中国馆长，很扯。馆长网红自称和平大使赴中国上海游，杜汶泽拘5年他说无知很可怕，暗酸馆长。另外呢他说自己没读很多书，但庆幸工作关系到各个国家短租，他表示世荣确实一把利剑，认为可以看到世界的进步，但生活跟旅游是2件事啊，城市人都知道大城市的苦。他以东方之珠号称的香港为例子真提起大都会不会只有美丽的城市然后呢话锋一转，2020年的时候我还跟你喊撑住你被枪击的时候，2021年还跟你一起健身，你看那时候杜汶泽还跟阿管是好朋友呢。哇塞，这张照片真的是太经典了，我帮阿管 highlight 一下。以前号称阿管之友的一个接着一个都跳出来背刺阿管，只要绿媒有需要，因为阿管以前是绿友友所以这些过去跟阿管称兄道弟的，现在每个都出来打阿管。三立是最无耻的，我看了老半天，老师拿娱乐版来修理馆长。他继续讲还提起健身与有相关的事情，怎料今年双方急速下滑6月10号之后呢，我就发文意有所指他只是说人各有志我看过每一种生存下去的方法，不止馆长，因为所有生意不好要依赖别人这种行径，我每一次看到都很开心，因为我更骄傲，我不需要。意思是什么？阿管只会靠中国阿管生意不好是他不行你就自己看嘛，这些人就是这样，以前有多好，现在就有多酸，现在一个接着一个跳出来捅馆长一刀反正捅馆长就有流量反正现在阿管臭了嘛，对民进党来讲阿管臭了嘛，阿管是背刺仔，阿管就是舔共仔，所以这些人一个一个，他们看现在只要跟着民进党就能吃香喝辣，哪有什么仁义道德，哪有什么做人做事，通通丢光光了啦。我跟大家讲这些人跳出来打阿管，其实
实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在铺陈接下来准备彻底的把阿管打到红统派、极统派那一块，然后呢，借着把阿管打到红统、极统那一块，来削弱2026、2028阿管的影响力嘛。因为阿管讲了一句话，是赖清德、是邱毅人，他们是完全不能忍。馆长说他要做蓝白合的推手，所以为什么最近阿管又开始被激活了？那民进党看到阿管要做蓝白合推手，而且看起来这个蓝白合推手里面它还蕴含个巨大能量，叫做两岸和平大使。所以现在先砍，先毁阿管人设，阿管就是去舔呐，阿管就是跪着要饭呐。你想哦，如果他用王一川骂阿管效率有那么高吗？但他套上一个娱乐的皮哦，一个演员杜汶泽、港星，然后在台湾，然后呢，他从娱乐版讲出来，阿管就是在舔，那是不是很多人不明就里说，哎，我在娱乐版看到馆长的消息，怎么是这样？啊，不就这样？那个馆长坏，馆长是阿共同路人哈？为什么民进党最近阿管做两岸交流又去了，他们又开始疯狂猛红？我跟你讲，关键在哪里？民进党最怕他在两岸卷起千堆雪，怕他在两岸把整个两岸交流的能量给带上来啊！只要阿管把两岸的能量给带上来，未来民进党抹红就会彻底失败。那这一下馆长要对国民党主席提问，一定提什么？一定提两岸问题，这个也会是接下来一个核心的概念。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啊，终于有一次要真正意义上进入深水区了，所以我这边也大方的给中天一个赞，你邀馆长来是对的，因为这么多提问人，大概也就阿管真敢跟你问两岸问题。那为什么进入这个深水区是好事呢？因为两岸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你就想我去北京，他们每一个人就绕着我问一个问题：两岸刻不容缓要怎么办？试问你台湾如何应对？什么叫刻不容缓？他们现在对台湾非常没有信心，他觉得台湾随时会搞事。你看这是许国勇，马上就搞事，民进党随时要搞事。阿管这一波拉进来提问，这是绝对的好事啊！他提问这个，你看直球对决，对决什么？对决两岸问题。国民党就该面对两岸问题。还要多几年？什么时候碰深水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把这个党主席选举搞得到时候2026、2028，国民党又被抹红不能选？我问一个问题啊，国民党选举的时候提两岸政策会不会被抹红？会。不提两岸政策会不会被抹红？会。蓝白选举的时候喊中华民国万岁会不会被抹红？我告诉大家啦，不要说国民党、民众党都一样，他们叫什么？中国国民党、大陆民众党啦。所以不管蓝的或白的，只要你站在民进党对立面，你就是红的啦。讲白就是这样，不是吗？他们根本没有跟你讲道理嘛，讲什么道理？他们唯一的道理是什么？就是把你抹红嘛。我跟大家讲，我放绿界跟 PayPal， 他们也说我是红的；我放支付宝，他们也说是红的。请问有什么差别？绿界背后是新潮流，是亲绿的企业。我5年前这个 QR code 是只有绿界跟 PayPal， 我一直没有放支付宝或微信。后来是有大陆朋友一直反映说，我们没办法超级留言，没办法加入会员，但是我们也有问题需要你回答。今天馆长出席国民党党主席的提问啊，更好。正中下怀，正愁最近材料不够打馆长。哎呀，你加入刚好。为什么我刚才说心头和这一篇有没有？还不敢说他们自己说的哦，还有什么网傻眼？他们找他们不是代表中共吗？我告诉你啦，这篇报道啊不是代表中共啦，这篇报道是代表对，你是中共。哎呀，你会是中共，够了好不好？要玩几年了？梗。最近很多人一直在跟历史哥投诉啊，说阿管一直在嘴国民党啊，这样会不会把蓝白合给搞臭啊？会不会到最后国民党一直被嘴，然后最后就火大，觉得阿管是民众党的，那最后呢就蓝白合不了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国民党连馆长都忍不了，可是却能容忍民进党在头上拉屎，那你国民党真解散算了。你连阿管说的话你都忍不了，但是你每天忍受青鸟在你头上拉屎。今天这件事情，阿管只是而已啊，青鸟是每天在你头上拉屎啊，你忍青鸟不能忍阿管吗？所以对国民党来说，忍现在赚的是以后嘛，有亏这一点点时间吗？今天阿管骂国民党是要反国民党吗？不是嘛，他是怕国民党走错路嘛。但两岸和平的政治谈判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还有台湾内部有台独的基本教育派的铁板一块，这个选举要怎么面对，我们应该要更好的选策。对于现在两岸来讲，我也坦白说一件事啊，我一直跟大陆的老百姓讲，我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究竟是3天、3年、10年，我不知道，但是台湾人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上次公开的说我不同意蔡正元，因为蔡正元意思是说北京要负责武统台湾啊，我说错，两岸最该负责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台湾自己。
我们要负责打垮两岸的癌细胞，叫做民进党。所以台湾人民有一个志业，就是要打垮两岸癌细胞民进党。只有这样，两岸才会恢复正轨，两岸交流才有希望，两岸和平才有契机，两岸政治协商才有盼头。